大家好，今天说一个也是比较有趣的事情，有关小学生策划出一种脑内游戏的，传闻，六一事件。这个网传啊是6月2号啊，这位网友呢，他的同学啊被学校叫去了啊，作为家长身份，是因为呢他儿子小学几年级不论啊，假设他三四年级吧，四五年级吧，小朋友们呢都会电子游戏，但是学校呢禁止。所以呢，这位天才的儿童啊，他根据自己以往手游的经验，然后呢，策划出一种脑内游戏啊，改编成类似于手游的桌游，哎，这是两个关键词。那同学们呢也很认同他的这个创意以及这个游戏，所以呢，不觉全班都入坑了。而且因为他呢是参考着当前各种各样手游的这个游戏的这个模板啊，那现在大家知道这游戏为什么这么赚钱，就是因为有氪金这个制度啊，这个策略在里头。所以呢，小朋友们也开始氪金啊，现实世界中氪金啊，交钱给这个小孩然后呢来换取游戏当中的虚拟货币，提升他角色的强度或者能力。结果最后呢，不叫涉案金额，最后金额高达5000啊，超过5000元了，这才被班主任发现。啊，然后大家都感觉到很震惊，虽然把这事摁住了。那这件事实际上仔细想想，就我第一反应呢，实际上它应该是一种类似于 MOOD，就是泥巴游戏。87年啊，87年最早流行开的叫 Arbor Mood，这个 Mood 呢就是多用户，这个地呢有的说叫地牢，有的说叫空间，也有的说叫领土。但总之呢，它其实就是一种纯文字界面的多人计时虚拟类游戏啊。那么它这个 MOOD 再往后发展，其实就是后来的这个大规模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的发源点。那 MOOD 它的创建或者运营其实也很标准。首先呢，你要创建或者定义一个游戏世界，在里头呢再制定角色啊、功能啊，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数值啊，还有呢设计任务。接着呢是对整个用文字进行世界和这个任务，包括等等的这种描述。开始游戏的时候，其实就是游戏参与者呢在脑内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想象啊。想象用不同的文字呢探索世界啊，完成任务。那 MOOD 当年就是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候，大家都通过 Telnet 啊，就拨号以及 Telnet 那叫也是拨入到对方那个主机上啊，包括它的界面那些都是 CGI 的那个叫终端界面啊。比如说96年发布的北大侠客行，它前后也运行了20多年。那但是后来想想不对，它这个 MOOD 实际上呢这一类它是一定是需要网络，因为纯文字啊，它是逻辑呢全是在主机上运行的，其实他后来说的是类似于手游的桌游，那桌游的话，它其实就是桌上角色扮演游戏啊，这个呢是不用网络也不用电脑就可以开始玩的。那它呢发源更早，是74年《龙与地下城》啊，刚刚好像就是今年吧，今年3月份刚刚不是上线了一部大电影啊，就是把《龙与地下城》也电影化了。74年啊，《龙与地下城》诞生，这里头包含了几样东西啊，只要这几个角色或者说资源配套，那么这就可以开始玩。那首先是主持人啊，Game Master 叫主持人，玩家 Play 叫 PL。那么在主持人的主持之下，玩家参考或者说利用规则书，通过骰子啊这个掷出随机数字来推动游戏的进行。那这个呢是国外常见的，这是一种最基础的龙与地下城的玩法。那还有呢就是，你下面的不用普通的格子，用一些什么3D 的啊，还有一些硬纸板。你看后面这个是龙与地下城，应该是第3版还是怎么地？现在龙与地下城已经版本也非常非常多了啊。那在这里头呢，他的角色实际上这个手续中立、混乱、善良、中立、邪恶啊，这几个产生这个组合9大这个角色的特性也给定下来了，而且这种特性它其实非常吻合我们世界
就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社团社群里头，各类人角色他的这个性格，还有什么政治倾向还有这个世界观的倾向，全包含在这9宫格里头包括你如果另外我还见到有专门的分析，就用这9种立场去分析日本流行的叫剧作家和这个日剧著名日剧，它都可以分散到这九大立场当中。那小学生脑内它的这种混合了手游的这种原创桌游应该是怎么玩的呢？我想想它有可能是 GM， 当然呢，它 GM 就把游戏运营和规则书合二为一了。那 PR 的就是相当于同学。那骰子是当然这个用橡皮切一切就可以用。然后它的这个数据呢是通过纸条传给 GM， 就是这位天才的儿童那每次课间的时候呢开始推进大家呢，那每次上课之前这个分别掷骰子，把这个纸片都交给这位同学。课上呢 GM 是根据大家过来的数据发布场景构建新的规则，并且核算数值。接着课间的公布结果，讨论剧情，大家呢把这个剧情进一步往前推进。也就是说，一切我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不用网络，仅仅是用自制的骰子还有这个叫纸条，然后呢一位核心的运营人员同学就是这位发起人就可以玩下去了那么详细想一想这种玩法它的趣味性在哪呢？能形成这种所谓颅内高潮吗？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术语首先它节奏呢非常慢，你想就是一节课45分钟，课间的5分钟或者10分钟，也就是说我基本上每隔1个小时才能走一步这个跟打富翁什么的这种专门游戏不能比，人家1小时可能玩过一轮了，而且不插电这个非常环保健康。但我觉得可能最大的趣味性在哪呢？这个游戏是共创的，就这位天才儿童小孩他提出了这种玩法之后呢，大家共同参与进去，帮他要补完了他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则和这个游戏世界。信任他，因为他是这个叫首创者或者说叫提倡者，由他来设计任务，由他来核算数值，甚至于由他来这个制定氪金的这个规则。小朋友都很单纯那游戏性的纯文字界面的时候，它的游戏性展现在哪儿呢？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世界观足够丰富完全虚构出来的世界全在大家脑袋想象里头。你可能除了文字，可能一些比较粗犷的这个手绘，当然那个桌游发展到后头是有专门的公司、专门的插画师专门进行精美的插画的设计。但是在这位同学他的班级这个世界当中，大家基本上就是OK找一个专用的这个记事本，由规则开始逐字不叫就一条一条这个一个大陆一个大陆开始想象，完全虚构并且自由叙述。那角色呢也是灵活发展，像刚刚说的9大这个特征或者说这个立场，它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社会上所有的倾向的。那么小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随地可以定义自己的角色，这个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网游的捏人刚一开始你要捏个人，但这个捏人更加自由，你甚至于不会受制于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平台上的这个捏人的这个程序的影响。你只要是有想象力，或者说对自己的自我的这个认知足够完备细致，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而且互动的深入广泛，因为它涉及到整个班级同学。像以往74年开始的《龙与地下城》，它最小是4个人就是一个 GM 3个 play 可以开始玩了。但是4个人，我每次讨论的基本上就跟有点像议会一样，GM 他不能参与，他就是中立那谁先发言谁发言，基本上一轮就三次讨论。但是整个班级你想想少的30号人，多的60号人，课间10分钟60号人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一遍，大家都得要记住另外59人的所有的想法。那 GM 同学呢更加辛苦一些，在他们的想法之上，还得立刻当场
即兴啊，构建出下一节课大家需要的任务和新的这个数值的这个变动，可见而知啊。那么这个任务情节又足够巧妙，或者说足够有共情感，这都是同学们想出来的啊。那同学们想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可能，比如说啊，大家都是小学生，可能会编程的人不多，那么他不可能直接把赛博space 就是这种电脑空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任务给出来啊，比如说我完成一个什么洋灰三角之类的，这不可能啊，都是大家小朋友们喜欢的啊，平时玩的一些游戏啊，看的一些网剧啊，或者说这个交换的一些游戏啊，交换的一些这个叫玩具啊，就玩具厂商溜溜球之类的，他们的这么一个班人啊，几十号人共同的想象元素作为基础，然后产生或者说触发这个原创一些任务，想一想都很带感，对不对？那么它的规则呢又可以简单清晰。那么最关键的是，这个 GM 是绝对的人工智能，比现在任何大厂研发的这个人工智能它都更加灵活。为啥？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机灵鬼，一个小朋友，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断网、断电、没手机的有限条件之下，大家呢对游戏又是刚需，因为即便是现在就是这一帮小朋友，他都玩过手游，在家里头平板啊、手机啊都是不离手的，只是说去了学校呢，被迫把这些东西不能带或者上交了，用不了啊。那即便是现在哈，大家已经有过电子游戏这个概念，那早20-30年、30-50年没有电子游戏概念的时候，大家一样喜欢玩游戏，只不过那会儿游戏呢更加倾向于这个肉体对抗游戏啊，运动游戏类等等。但是这类游戏也一样有，那会儿我们就已经开始通过传纸条开始玩一些故事接龙啊、共同创作呀、小说连载什么的，这都玩过，都玩过。那需要游戏的动力是什么呢？都是要共同熬过无聊的课堂。这个这个应试教育是这样啊，除非少数尖子从小就想通了自己的，或者说像刚刚那个日本的日剧啊，这个复制人生怎么地的，就是 OK，他是复活或者说重来的人士，人家知道这一辈子怎么过是最有利，所以从幼儿园开始就立志要过好每一步啊，上好每一天的学，那个不论啊，有这种先会的人士，但是难熬的课堂想熬过去，一定要自己折腾点什么东西。所以这一次，这个脑内游戏是完完全全超出我的想象力，但是又合情合理啊。那么大家呢，在这种有限条件之下呢，重新发现想象的乐趣，或者说我们头脑是不受约束的，头脑是不受约束的。只要是你开始运用大家把大家想象力聚集在一起，那这种乐趣这个真的是这个不可控制，不可控制。那么如何禁止？从校方、从社会方、家长方就假设这位同学没有引入氪金这个因素，导致最后累积金额太大，被举报也好，被这个发现也好，没有氪金的话，那还能发现吗？几乎不可能发现，对吧？想一想，也就是说，你想象力能监察吗？或者说，我们应该监控小朋友，或者我们这个未来花朵祖国的未来他们的想象力吗？以及值得控制想象力吗？想象力现在有一种反向控制我这个叫国外流行的这个奶头乐这个理论，就是说 OK， 我把这个一部分资源投入到娱乐界那么你们随时随地你们有无限量的音乐、游戏、电影、电视甚至于这个网络小说可以看。也就是说，你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把你的想象力抛掉，因为有比你专业的人给你抛出来无限的想象力，让你消费他们的想象力就 OK 了。这样的话，你的精力就在 OK 被动解析各种各样的娱乐产品，就来不及去反思思考阅读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了。那当然，这个可能是阴谋论，但是现在网络上流传的东西，吻合这种假说。OK， 好，那其实这种在学校，特别是小学禁止带手机、用平板，非常中国特色，好像只有中国课堂是禁止手机
有地方开始监控表情，就是大数据，直接摄像头看哪个小朋友他表情认不认真，是打瞌睡了还是没认真听课啊，以及呢准备甚至于想组织想象，结果啊，结果这有可能是逼着小朋友们去电子化游戏，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大的趋势，因为这只要是开了头，网上只要是有人开始流传，那么隔山隔海啊，千里之外的随便的一个小学啊，大家觉得这样可以啊，我也可以发明一个呀，啊，比如说啊，他这个不用传纸条了，假设用手语进行，那老师根本看不懂。甚至于进行加密，因为加密这个原始加密的方法非常多，错字啊，换成汉语拼音啊，拼音里头的这个叫字母也进行错呀，或者是用那种换方进行漏着看等等啊，甚至于发明新的语言呢，对吧？方言基础之上或者英语基础之上，那么老师们如何得知？老师们现在比同学们忙得多，他们为了评职称，为了通过各种各样的职称考试，比同学们还要忙啊！更不要说要应对家长的这个滔天怒火，各种各样。那接着再进一步想想，以 LLM 这种大规模啊，这个语义生成的这种模型，也就是 ChatGPT 们，如果他们进入教育领域，可以构建出来有利于学习的游戏嘛？因为都是这个文字游戏嘛，它也不用去构建很复杂的这个界面，只要是逻辑或者说能够自动生成文字就 OK 啊。这恰恰吻合我们现在 LLM 模型下它这种泛功能的人工智能，泛人工智能它的这个能力范畴之内啊。那么老师请 GPT 们构建出来有利于学习的这种脑内游戏或者是纯文字游戏，有利于教育吗？啊，比如说这个泥巴的解密游戏，你必要完成某个几何题啊，这个或者数学题才能进入下一关。那甚至于有比较叫先锋的学校啊，那个把这种游戏的成绩计入考试成绩呢，等等等等，这种想象是非常有趣的，我只能说非常有趣，这个不能当成正式建议。这学校得加紧计划了，否则啊，这个学生们想通了，那真是，或者说其他教育机构想通了，真的学校就很难办了啊。那么当然，有关 LM 和教育这个也一直在思考，在想，因为之前我也做过类似于在线课程的这种项目，所以呢，容后细说。好，那今天呢就说在这儿，还是一样啊，它是有这个幻灯的啊，幻灯这个链接还错了，没关系，到时候我去改一改，会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说明下头。如果有想法，也随时随地欢迎啊，向这个邮箱啊 chaos42大妈@googlegroups.com 发邮件，一块讨论啊，小学生的想象力。那么这个事件呢是6月4号被爆出来的啊。那么我今天的怎么想，今天才知道，这个想来想去觉得很有趣，赶紧跟大家聊一聊。好，那么欢迎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那基本上我的好多题材都是从书开始啊，从书开始，那么以及分享人生调试的各种怂啊、怼啊这种技巧。那么更多的呢也是跟科幻相关的写作，还有吐槽，包括作品的推荐啊。那所有以上的3大方向啊，这个杂书铺啊，这个叫自怼圈呢，还有现在的爱死机啊，这几个专栏基本上都是要尽可能挑5年之内也不会过期的内容来跟大家说。OK， 好，那今天先这样，先聊到这儿，以后再说。OK，拜拜。嗯。